再次来到南湘书院的共识国际讲堂，来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研究的心得。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19、20世纪历史节点上的中国与俄罗斯。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节点正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是中国和俄国两个国家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内部变化的这个阶段。更为重要的是，在19、20世纪的这个历史节点之上，中俄关系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这种深刻的演变。这种演变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的国家的发展的走向，中国的疆域的变化，以及中国的整个的制度文化。可以说100多年前的这种演变，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到今天为止，这种影响仍然是非常巨大的结构性的。但是与此同时，大家其实也意识到，我们传统的历史叙事和历史书写对于这一段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碎片化的。我们存在着多重的这个割裂你比如说从时间的这个维度上来讲，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教材我们的世界现代史是从1917年俄国革命开始。那么中国的现代史，我们的教材是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而在这个阶段里边，或在此之前的10年、20多年的整个的世界的深刻的这种变迁却往往被我们忽略掉，被我们边缘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从空间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关于这段历史的书写，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还没有从一个大的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时间的这种变化。我们往往是就中国谈中国，就俄国谈俄并没有把中俄关系放在一个整体国际体系变化和东亚格局深度演进的这个背景之下去加以考察。第三个割裂，我认为是我们叙述主体或者说是我们叙述客体的这种割裂。你比如说讲到俄国的时候，我们就讲1917年一声炮响那么好像俄国它发生了一个这个截然的一种脆断那么1917年之后的俄国和之前的俄国已经好像不是一个国家那么完全的不一样了那么好像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弯等等等等这也是让我们对历史的这种解读其实存在很大误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与此同时呢，还存在这个文献的断裂我们原来很难把各个国家，你包括最起码的东亚格局深度变迁的中国、俄国、美国、日本英国的这种文献有机的整合起来。那么当然现在这个今天我们有了更好的这种条件去从多国的这种历史档案的这个角度来还原历史的这种变化。那么我上面讲到的这种时间、空间、主体和文献的这种断裂，自然而然的就导致了我们对于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认识存在着一个思路和认知上的断裂我们习以为常的这种历史的叙述并没有清晰的揭开这段复杂历史它的本来的这个景象那么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这个认知还远远没有达到足够的这个深度那么这种对于这段重大历史时期的这种历史叙事和历史书写的碎片化，
其实也让我们影响到了今天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重大的再一次的嗯历史走向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的这个现实的认识所以说怎么样更好的还原这段历史我觉得对于我们无论是理解历史本身的变迁也好，还是通过对于历史的回顾来更好的看待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段历史总的一个大的背景其实对于中国来讲就是中国从一个原来自我沉醉于一个东亚朝贡体系的一个老大帝国不得不那么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里边啊，呃，无论是西方的坚船利炮也好，还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所讲的晚清的腐朽没落也好，那么都让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挑战，也就是李鸿章所说到的3000余年一大变局也那么在这种深刻的，无论是从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还是从整个的世界秩序和东亚秩序都在进行深刻调整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重要的邻国各自经历了当时什么样的历史场景那么与此同时，中俄关系又发生了是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那么，如果我们回顾那个历史阶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确实整个世界都在深刻的调整从整个的国际关系的体系来看在欧洲维系了100年的维也纳军事体系基本上已经开始土崩瓦解。那么整个的欧美的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帝国主义的这个阶段西方的列强在这个时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在全球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这种矛盾更加的激化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想到布尔战争美西战争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以及进入20世纪之后的04世界大战日俄战争。那么从东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维系了这个1000多年的东亚朝贡体系加速的崩塌那么中国逐渐的成为了一个被列强焦点那么可以说欧美列强以及我们周边的日本这个亚洲后起之秀共同参与的对于东亚的争夺，对于中国的争夺日益的激烈那么在这个阶段里边，我们涉及到东亚的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么英日曾经结成联盟来共同的抗衡俄国在对于中国的野心避免中国特别是北中国被俄国完全的吞并那么对他们的在中国的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是随着欧洲局势变化嘛，后来又看到英国不得不和俄国达成了妥协延续了几十年的英俄在整个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大博弈以英俄协定的签订而告结束。那么这两个重大的事件其实也是影响整个东亚格局变迁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美国的崛起那么美国在东亚特别是对于中国提出了这个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了这种政策。那么
美、日、俄、英我觉得这5大力量其实是影响当时整个东亚格局变迁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这种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这种挑战确实是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节点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俄国尽管自身也面临着很多很多的这种压力内外的巨大的这种变化，但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帝国主义当中链条当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但是它的野心却是非常非常庞大那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俄国自身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但是加强了在远东，包括对于整个中国的它的这种侵略扩张无论是军事威慑也好，还是经济渗透也好包括政治经济渗透，以及通过这种它非常巧妙的这种外交的手段，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如果我们回顾当时的历史，可以说尽管我们平时讲八国联军但是在这个八国里边，俄国对于中国的威胁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它可以说是列强当中对于中国最为凶恶的一个国家那么俄国对于中国的这种扩张具有非常鲜明的持续性排他性、独占性阴险性这就是整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重大的背景。那么我们再来具体的讲一下，在整个世界处于历史性动荡的这个阶段里边，中俄两国各自经历了哪些重大的事件而两国关系又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变化？我们梳理一个简单的时间线可能就会把当时的整体的背景理解得更加的清楚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其实中俄两国都就已经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1856年那么恰恰是中国遭遇了这个英法掀起的第2次鸦片战争那么火烧圆明园大家都很清楚，但是与此同时，俄国也遭遇了重大的打击，那就是俄国在1856年在克里米亚战争当中全面的落败那么被英法以及奥斯曼土耳其的联军打败，在欧洲可以说是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在这种情况之下，俄国当时的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制定了一个在欧洲韬光养晦的战略，但是与此同时掉头东下那么加强了俄国在东亚中亚它的这种侵略扩张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都可以看到1858年、1860年和1864年尽管俄国自己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但是迫使当时的清政府分别签署了《爱会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节约记》以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通过坐收渔利凭着俄罗斯的3寸不烂之舌那么从中国获取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说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的疆域的变化，特别是从这个清朝建立以来，中国近现代的国土疆域形成以来，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损失再往后就是1861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国国内经历了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主理朝政与此同时呢，中国在经历了2次鸦片战争之后，也认识到了必须得推进这种现代化的进程。于是
那么开启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啊。那么而在俄国啊，在遭遇了这个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之后啊，沙皇亚历山大2世开始了大改革的阶段啊，特别是1861年开始解放农民啊，解放农民。那么在之后就是在19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这段时间里边啊，中俄关系当中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俄国借助啊，它已经侵吞了中亚啊，借助中国国内的陕甘回乱啊，强占伊犁，而中国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又是曾纪泽啊，那么出使俄国啊，中俄签署了伊犁条约。尽管从俄国手里啊夺回了曾经被俄国强占的这种伊犁啊，但是还是让俄国占了很多的便宜啊，割去了相应的土地，而且中国做出了这种向他支付了所谓的这种保护伊犁的这种费用啊。再之后啊，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而在甲午战争之后签署了马关条约啊，为了防范日本对于中国不断的这种战略的压力啊，李鸿章与俄国签署了中俄密约啊，这之后我们等会儿都会细讲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发生了俄法德3个国家干涉还辽的这个事件。那么1898年中国开始戊戌变法，而与此同时，在这一年俄国迫使中国签署了吕大租地条约把旅顺和大连以及周边的3200平方公里的土地置于俄国的租界之下俄国在他们这个觊觎已久的暖水港开始新建军事基地以此为重要的这个平台要向整个的东亚进一步扩展它的势力。那么再之后就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那么俄国借助打着平叛的这个旗号出兵中国东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庚子俄难海兰抛屠杀江东64屯惨案等等等等。而这次出兵俄国这个一度试图要永久占领整个的中国东北但是俄国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这个势力的扩张，引发了日本强烈的反对，由此导致了这个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而在这场战争当中俄国战败大家也很清楚。那么战败的结果就是俄国和日本签署了普茨茅斯条约，而这次的战败又导致了俄国国内的1905年革命而在中国国内清政府也日益看到了，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仅仅靠这种经济上的、靠军事上的向西方学习已经不够了1905年清政府也开始这个清末的新政再之后就是预备立宪已经准备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而深刻的一个变化。而在俄国05年革命以后迎来了斯托雷平的改革但是斯托雷平的改革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也就5年的时间，他本人也就遇刺。而到了1911年我们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之后就是清政府的这个退位那么中国从一个专制的国家走向了成为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再之后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深度的卷入了一战。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即使俄国深度的卷入了一战，在欧洲和列强大打出手，但是并没有放松对于
中国的这种侵略扩张的行为，而且借着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这种相对虚弱的这个局面，在外蒙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展那么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那么按照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说法，就是俄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不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而且这个要完全的废除沙俄时期与中国签署的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等等等等，中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说从1917年到1928年北伐这个阶段，北洋这个时期，中俄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这种变化？两国关系的这种演进，是不是像我们传统理解的那样，就是中俄已经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平等的关系俄国完全的改变了以往对于中国的这种侵略扩张的政策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如果我们再把目光再往下延续的话其实也可以看到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中俄关系在接受我们所讲的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这些演变之后，还是进入了一种惯性发展的这个时期1928年发生了非常离奇的黄固屯事件那么张作霖被炸死之后就是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试图收回中东铁路，由此导致了苏联红军全面的向中国东北的这种进攻当然东北军不堪一击尽管很多的东北军的官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再之后就是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的中日战争以及中国的内战，还有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又进入的这种朝鲜战争，而这3场战争中日战争、中国的内战以及朝鲜战争的背后，也都有着俄国的非常浓重的这种影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这3场战争，大家可以看到，也深刻的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国家的命运所以说有了这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俄两国都面临着这种历史性的挑战，而且都遇到了非常巨大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似乎晚清是一个破败不堪的一个国家是一个腐败透顶的政府。其实晚清做了在中国的现代化方面无论是经济的现代化还是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而俄国也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实力超强的一个国家就是对于中国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我们两国这种实力的落差，导致了在中国在与俄国的这种激烈的外交博弈当中落下阵来。其实如果我们把刚才我讲的这些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做一个认真盘点的话，当时的历史真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由此我们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国力并不是存在云泥之别、巨大落差的中俄两国，最后的历史境遇却是不一样的。俄国凭什么靠着什么力量、什么样的手段，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这种收益，而中国为什么又在与俄国的交往过程当中，步步的这个败下阵来不仅丧失了巨大的这种领土，
而且中国也受到了俄国全方位的这种影响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要的问题啊。所以说，问题意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在接受历史教育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教科书上所书写的那些东西，不能仅满足于日常的这种历史叙事，我们一定要多去问一个为什么把它的来龙去脉，把它的历史背景我们整体的结合起来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看清整个历史的真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提问的这种方法问题意识要比答案更加的重要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叙事整体的叙事。我想首先要讲的一点就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个阶段，俄国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帝国主义国家，它除了在欧洲与欧洲列强不断的进行斗争之外对于整个的东亚，对于中国是有着一个全盘的计划的也就是说，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这个登基之后大家要注意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没有登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来过中国，来过日本，作为皇太子深度的考察过那么他登基之后那么俄国的这些很多的高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就是防俄罗斯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里边，他们试图把整个从汉腾格里峰到海参崴画一条直线这条直线以北的中国的所有的领土都纳入到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当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要纳入到俄罗斯的版图里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俄国人一方面通过军事占领另外一个方面通过这种经济政治的这种不断的渗透还有这种移民与同化政策把他们的触角深深的伸到了中国的国土之内那么其实早在尼古拉二世这个登基之前在186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这是中俄北京条约刚刚签署不久俄国高层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清王朝覆灭的话俄国的行动必须促成在蒙古和满洲建立独立区域，以此作为俄国在整个远东扩张的重要的基地那么尼古拉二世登基之后他提出一点，就是俄国必须终年拥有在远东的不动港口那么而且这个港口一定要通过铁路和俄国目前占有的领土相连接起来那么尼古拉二世当时的陆军大臣库洛巴塔金他也明确的提出要把满洲也就是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布哈拉，也就是刚刚被俄国吞并的这个中亚当然在俄国国内有着不同的派别，他们对于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可以说不仅仅是满洲，不仅仅是中国东北，而且是东北这个内外蒙古以及新疆甚至中国的甘肃等等等等他们都是有着一套非常清晰的这种战略当然有的是更激进一些有的是更加的温和一点，像这个当时的财政大臣维特他相对的就
温和一点。但是无论怎么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在中国它是有着清晰的战略目标的，那就是怎么样尽可能把更多的中国的领土置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置于俄国的直接控制之下，甚至直接把北中国纳入到俄罗斯的版图里啊。那么中日的甲午战争以及这个马关条约，可以说给俄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啊。那么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中国的落败中国对于日本的担心日益的强烈，而在这个情况之下，俄国就在开始这个借助李鸿章到圣彼得堡为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庆贺的这个机遇那么又使中国与俄国签署了中俄密约那么中俄密约有着主要是几个条件，就是中俄联手抗衡日本，而中国答应的条件就是要允许俄国方便整个跨西伯利亚铁路不用再绕行黑龙江俄国的欧俄部分，西伯利亚进入中国东北的战略的通道而且进一步为俄国下一步向中国的这种渗透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这个条件。当然，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俄国是善用它的外交的手段可以说是极尽巧言令色之能事那么说服了清政府同意修建这个条约。当时呢，俄国的外交大臣罗斯托斯基向俄国驻北京的公使卡西尼发了一份备忘录，让他把这个备忘录交给清廷，来诱使清廷说服清廷修建中东铁路在这里边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不够，就不去读了可以说他把所有为他有利的事情都说成是对中国有利那么借助这种巧言令色可以说是非常轻易的获得了清政府的这个信任签署了中俄不仅签署了中俄密约，而且同意了中东铁路的这个修建那么之后中俄又签署了这个合办东城铁路公司的这个合同那么在获得了中东铁路的修建的这个条款之后，俄国依然不满足于此那么在1898年迫使清政府签署了旅大租地条约也就是把中国的大连和旅顺以及周边的3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置于俄国的租界之下而且在租界地俄国是有着非常众多的特权的铁路沿线它有行政权、司法权、税收自主权有在这个旅大驻军和修建军港的权还有在相关的租界地开采矿产这个法森林等等的这个资源的这个权利可以说借助甲午战争这个事件，俄国轻易的获得了清政府的这个信任，而且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强化了它在整个中国东北的这个存在那么之后当然就是义和团事件在义和团事件里边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导致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
但是在整个这个事件里边，俄国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方面，他派出了一支小股的部队即使我们说是小股，但是和其他的国家的军队相比进入北京的俄军依然是非常非常最大的一支部队除此之外，俄国还派出了15万大军分5路全面的占领了中国东北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担任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巴托夫担任总参谋长，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全面的占领了中国东北而且迫使当时的盛京将军曾琦签署了奉田交地暂且章程要求遣散所有的中国军队拆毁中国在东北的炮台等等重要的军事基础设施俄国监管东北的行政等等那么尽管后来在列强的共同的反对之下清政府也派出了杨汝去和俄国谈判杨汝这个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这个客死他乡，客死在圣彼得堡尽管有了这些共同的努力俄国不得不和清政府签署了交收东三省的这个条约规定他要分3期撤出从这个东北撤军，但是他依然是使尽各种拖延的办法，目的就是不从东北撤出，要把东北置于他的完全的掌控而俄国的这个修建中东铁路成立的，但是在俄国全面占领东北之后他又在利用华俄道盛银行在对整个的东北进行全面的这个经济的这种控制俄国不从东北撤军引发了日本的强烈的不满最终导致了日俄战争的爆发那么当时的清政府实行了一种局外中立的这个政策其实是借助日本的力量那么打击了俄国那么最终呢，从日本随着日本的这个俄国的力量从东北被迫的撤出后边清政府又从日本的手里边收回了绝大多数在这个中国东北的这个主权但是即使是这样日本也借着日俄战争的这个机会在中国东北获得了南满铁路，获得了其他的很多的这种实际的这种利益也对中国的主权构成了实质性的伤害。那么日俄战争之后那么2个国家先后签署了4次的日俄的密约它的核心的要义就是通过秘密条约的方式划分了2个国家在中国东北内外蒙古它的这个势力范围可以说用这种相互倾轧、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的方式对中国的整个的利益构成了进一步的实质性的伤害那么到了1906年到1911年的这个阶段也就是在日俄战争之后那个时候中国国内的这种不稳定的势头已经越发的明显俄国对于这个清王朝的这种覆灭也都做出了相应的这种应对的举措特别是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尼古拉二世这个非常这个敏锐的意识到吞并外蒙古
搞乱内蒙古的机会已经到了所以说他给他的属下下令，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到了1912年10月份沙俄政府就训令驻华公使，朝着要把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的这个方向去努力。可以说，在整个中国经历历史性变迁的这个情况之下俄国在利用中国发生革命运动的这个时机要进一步的对中国进行这种肢解采取了很多很多的实际的这个行动那么实际的效果，其实我们后边看的也非常的这种清楚当时的沙皇俄国借助中国自顾不暇的这个时机加强了对于外蒙古的扩张扶植外蒙古的这个分裂势力1911年底策动外蒙古的独立成立了所谓的大蒙古国俄罗斯的军队也进驻了库伦那么实际上把外蒙古置于了俄国的实际控制之下那么1913年当时的北洋政府作为中国的清政府的继承者，获得了当时的俄罗斯帝国的这个承认双方也建立了外交的关系但是俄国对于外蒙古的这种野心并没有去除尽管后来俄国也自己陷入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的欧洲战场，而且受损严重，但是在外蒙古的这种地缘政治的扩张，俄国从来就没有放松那么1915年俄国这个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俄蒙的协约本来外蒙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而签署了一个三方的条约，等于事实上已经把解决外蒙古问题的这个很多的主动权让给了俄国俄国已经拥有了干涉中国外蒙事务的非常重要的这个手段那么这个中俄蒙条约也迫使中国承认了外蒙古的自治而俄国在外蒙古获得了通商、驻军、司法等等特权，实际上已经从中国手里夺得了外蒙古把整个的外蒙置于了俄国的实际控制之下。与此同时大家还要注意到，1914年那么俄国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占领了中国的固有领土唐努乌梁海，而且设立了殖民机构在唐努乌梁海实行俄化政策，等于说单方面的把唐努乌梁海把它变成了俄罗斯的保护国保护地，那么完全的剥夺了中国对于这个地区的这个主权，而当时的唐努乌梁海就是今天的俄罗斯的所谓的图瓦共和国那么与此同时，在新疆也好，在满洲、在东北也好，俄国的这种存在依然是非常非常强大，采取了很多实际的这个措施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1917年的俄国大革命那么在起初的二月革命之后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罗曼诺夫王朝就已经垮台，那么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但是即使是这样对于沙俄政府对于中国的这种侵略扩张的政策仍然没有根本性的这种变化。而到了10月革命之后，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俄国发布了1919年发布了加拉罕宣言宣布完全的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的所有特权，把中东铁路无偿的归还给中国那么这个协定以及后来的第二次的加拉罕宣言可以说在中国
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啊。那么让很多中国人认为俄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加拉罕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2次加拉罕宣言宣布之后，无论是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在外蒙古问题上在中国内政问题上，以及在庚子赔款、在治外法权、在俄国在中国的租界租界地这些问题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是不是像我们大家习以为常所认为的那样，俄国已经通过这2个条约完全的去除了废除了沙俄时期与中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已经把中国的这些主权全面的归还了给了中国？历史的真实是不是像大家误认为的那样我们接下来就来一个一个的来探讨这些问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山东问题的解决在巴黎和会上那么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说法就是这个西方的列强把中国的山东这个交给了日本违背了中国的，侵害了中国的这个主权那么导致最后的中国的代表团没有签署这个巴黎凡尔赛合约那么这是我们中国与西方列强打交道当中抗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鼓舞人心的这个事件前些年拍摄的电影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但实际上山东问题它的背景是非常非常复杂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一战爆发之后日本出兵山东抢夺了这个当时这个德国租借了威海卫之后，在山东拥有的这些实际的这个利益那么而且日本在1915年向当时的北洋政府提出了21条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21条袁世凯政府并没有全盘的接受，而且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特别是借助欧美这些国家的这种压力其实对21条做出了非常重大的修改最后中日所签署的民四条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日本的这种企图把整个山东划为己有，甚至在福建等等其他地方获取利益的这种设想都已经被打掉了但是在这个之后在1915年的民四条约之后日本其实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说他在1917年当时一战还没有结束日本是和美国、英法这都是这个协约国那么他已经和英法、意大利、俄罗斯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协定这个秘密协定里边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求这些国家保障其对德国山东租界地的继承权就是日本，也就是说日本出兵山东打击德国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求这些西方国家承认他对德国的这些租界地有继承权而当时在战争的这种情况之下，英法意俄都同意了日本的这个要求
那么之后啊，1917年的11月份，尽管美国奉行这个门户开放政策啊，没有和其他这些国家一样同意日本完全的这个接手在山东的德国的权益，但是还是签订了美日之间的兰辛实景协定。那么在这个里边啊，承认日本在华拥有由于地缘接近中国所带来的特殊的利益啊，等于说是比较模糊的啊，认同了其他列强的对于日本的在山东权利的这种特殊的利益啊。那么到了1918年9月份啊，中日之间又签署了一个秘密的协定啊，就是说日本同意从山东啊撤出他的民政机构，并且把相关的管理职责交还给中国政府啊，而北京政府同意把胶济铁路交给中日合办的公司来加以管理，并且允许日本警察在这条铁路沿线巡逻啊。中日的两国的政府签署了这个协约，等于说北洋政府为了收回山东的民事管辖权，在经济上和这个安全领域向日本做出了一定的妥协，而且北洋政府接受了日本提供的2000万日元的贷款，作为这个胶济铁路合作协定的预付款等于说这个秘密协定赋予了日本在山东拥有一定特殊利益的法律的依据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可以看到日本问题看似简单但是绝不仅仅是一个两国之间的问题这已经涉及到了中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美国8国之间的问题一方面有着西方这些国家对于日本的背书另外一个方面，中日两国又签署了这个秘密协定，而且中国政府已经拿到了2000万的日元的这个资金，等于说你承认了日本在山东问题上是有着特殊的这个权益所以说在巴黎和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很难用简单的这种把山东的所有的权益归还给中国的这种办法来解决山东问题来解决山东问题。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当时的在巴黎和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这个民意已经非常的强烈而且在巴黎和会上，中国的代表团也提出了一个非常看似符合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民族情绪和中国利益的这个目标，就是完全的收回所有外国在华租界包括日本在山东的这些拥有的权益等等等等但是由于前面我们讲到的几个国家为日本的背书以及中日之间的秘密协定，巴黎和会就难以做出一个把日本在山东拥有的权益全面的交付中国的归还给中国的这个决定所以说这个事件引发了中国国内强烈的不满，那它的结果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引发了5·4运动在中国的全面的爆发那么5·4运动激发了中国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个时候中国人原来寄希望于美国的帮助，寄希望于威尔逊的14点的计划的这种期待已经完全的落空那么可以说这个事件成为了中国国内民意转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对于美国的强烈的这种期望变成了失望，那么中国需要谁的帮助？在国际上应该寻求什么样的支持这成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苏联
当时的苏俄看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苏俄的话，当时的苏俄正是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由于1917年大革命俄国这个单独的退出了对德作战而且和德国后来签署了这个合约，那么等于说是违背了他与协约国形成的这个同盟的这个协定那么再加上苏俄又没收西方国家在俄国的这个资本那么导致了俄国遭受了这个外国的武装干涉那么俄国国内也爆发了红军与白军之间非常非常激烈的这种战争，俄国可以说是在当时处于一个生死存亡的这个阶段，怎么样能够保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能够存活下来？怎么样在极其恶劣的国际环境之下，能够打开一个缺口，逐渐的获得外国的承认可以说对于苏俄来讲是非常重大的这个问题。而当时的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当时的中俄关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当时的北洋政府作为协约国的一员那么他的对俄政策是要和整个协约国的政策相协调一致那么所以说，而且当时的北洋政府也看到了俄国国内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这种变化，几十年以来对于中国的一个巨大的威胁，现在可以说终于面临了一个这个弱化的这个机遇所以说北洋政府也在借助这个时机，积极的试图在俄国这个方向有所斩获所以说1918年的8月22日北洋政府发表了海参崴宣言，拒绝承认苏俄，而且和日本一起出兵西伯利亚，出兵唐努乌梁海那么在整个国际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的这种情况之下，在1919年已经有几年可以说是脱离了中国有效管辖的外蒙古也不得不宣布取消自治，重新的要归并于中国可以说当时北洋政府也借助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机遇在要收回曾经被俄国包括后来的这个苏维埃俄国从中国获得的很多很多的权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苏俄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打破协约国这个统一战线对于新生的政权从西面和从东面的双向的围堵所以说俄国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在欧洲国家要鼓动革命要在全世界输出革命在当时的德国的巴伐利亚在匈牙利俄国都采取了很多很多的动作，但是欧洲的所谓的这些革命都没有取得成功失败了。而在1919年3月苏俄成立了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而且在次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要加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作的方针，也就是说要在这些西方列强的控制的东方国家打开一个缺口打开一个缺口。大家可以看到1919年这个年份正好是一个对于俄国对于中国都是一个急剧变化的一个时期在这个中国的5四运动爆发之后不久，俄国就
敏锐的觉察到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所以说，也就是在1919年的7月25号，在整个的五四运动刚刚平息1个月之后俄国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汉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那么在这个宣言里边俄国承诺要废除沙俄与中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的租界与特权，无偿的归还中东铁路，取消俄国所这个被分配的庚子赔款那么当然，俄国的这个举动在中国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这个欢迎那么刚刚在巴黎和会上遭遇重挫的中国的知识界包括中国政府都充满了很大的期待，认为新生的俄国政府那是和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完全不同已经把中国视为了一个平等国家，可以平等相待的国家那么这个时候就让中国的知识界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思潮的转变中国的知识分子由对西方的失望，对美国的失望，对威尔逊的失望，转而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列宁产生了无限的憧憬无限的憧憬大家注意到这个时候是一个历史性的节点那么如果我们说1918年这个当时的中国还把威尔逊作为世界第一大好人的话，那么到了1923年12月份北京大学所做的一次民意测验就是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那么列宁已经这个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好人，而威尔逊已经倒退到了第51位而这种思潮的变化不仅仅是对个别领袖的看法，那么整个中国知识界、中国的精英，他们的学习的对象也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就是罗志田老师的这个诠释转移里边所说的，就是中国人把从学习美国、学习日本转向了学习苏俄那么当然之后的事情大家就更加的熟悉，从1919年开始下半年开始中国国内关于苏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改革的这种报道就是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把救国图存的这种希望放在了苏俄的身上，放在了学习苏俄以及与苏俄建立盟友关系的这种方面。但是如果我们再回过身来看这个加拉汉宣言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加拉汉宣言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的落实也就在第一次宣言刚刚发表之后的1个月当时俄国的这个消息报正式的刊发了加拉汉宣言的它的文本，而在这个文本里边就已经去掉了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关键的条款那么其实后来的学术界一直有着很多的争论，无论对于加拉汉的第一次宣言、第二次宣言他们的内容究竟有着哪些不同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个中俄对于这个宣言理解的这个落差中国一直强调俄国是要全面的这个废弃沙俄时期的条约把所有的权益
归还给中国，而后来俄国又强调没有归还这个无偿归还中东铁路这一项等等等等啊。其实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清晰的发现，就在还没有1920年第二次加拉罕宣言还没有宣布的这个时候，就在第一次宣言发表1个月之后，俄国其实就已经拿出了2个不同的版本啊。现在如果回顾整个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变化啊，这种版本之间的不同，其实是苏俄有意为之的这种外交策略啊。不同版本全面这个废弃不平等条约啊，归还所有中国赢得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苏俄作为一个宣传的这个版本拿出来的。它的目的啊，就是要获得中国的好感啊。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形成包围圈的情况之下，在东方打开一个缺口。而它的实际的版本啊，无论是8月份的这个正式的书面的版本，还是1920年发布的这个版本，那才是俄国真正的它的底线，就是表面上是要去除撕毁这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俄国要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仍然延续啊，就是在沙俄时期从中国获得的这些实际的权益，包括中东铁路啊，这就是加拉罕宣言啊。我们过去100年之后，我们把它的文本和整个历史发生的这些实际的情况进行综合对比之后，可以得出来的结论啊，得出来的结论。但是在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无论怎么样，第一次加拉罕宣言其实已经在中国收获了无数的拥趸啊，苏俄的形象啊，在中国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友善的形象啊，这是我们加拉罕宣言我们要说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个事情就是这个其实对于对于20世纪初的这个远东格局啊，特别是中俄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提出来的门户啊，在大家习以为常的理解里边，苏俄一直是非常的反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啊。那么苏俄政府一直是把美国提出来的门户开放政策斥责为这个美国的伪善，斥责为是美国要利用这个门户开放政策来获取他在中国的这个利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啊。但是实际上，这里边也有着一条明线和一条暗线的这个差异。明线上啊，就是俄国一直批驳美国的这个门户开放政策，把它同样视为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的一个手段。但是与此同时，俄国也在这个非常积极的利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啊，就是说，在这个10月革命这个刚刚结束不久啊，日本啊、中国都同时出兵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这种情况之下啊，俄国恰恰是利用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来抗衡日本对苏俄的压力啊。那么，而且实际上也确实借助美国的开放政策，借助美国不希望在远东地区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拥有绝对的优势，而是要让大家拥有相等的商业机会的这种出发点啊，来解除了啊，或者说是在很大程度上去除了日本当时对于苏俄的这种压力。我们也都知道，那个时候日本是出兵啊，占领了
俄国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很多地区，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形成了直接的这种安全威胁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时的这个苏俄的2号领袖人物托洛斯基是亲自致函美国政府用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要求美国干预西伯利亚事务阻止日本侵占远东的铁路和苏俄的领土而且他实际上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时美国也出动了一小规模的部队开进了海参崴，对日本在整个苏俄远东的这个存在形成了相应的牵制形成了相应的牵制。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加拉罕宣言也好，还是门户开放政策也好，苏俄它都是有着一明一暗甚至更加复杂的不同的这种版本他口头说的和他实际上做的是有着非常巨大的政策差异的那么另外在这个当时的远东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这个紧要关头，俄国在远东成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这个远东共和国按照苏俄的说法它是完全的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但实际上就是莫斯科的一个傀儡政府它的目的就是要把它作为缓冲俄国和日本、中国矛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缓冲地带。与此同时，要把远东共和国作为苏俄打开在远东外交困局、外交围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理人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远东共和国存在的2-3年的时间里边尽管时间不长，但是确实也发挥了非常巨大的这个作用如果我们把当时的远东共和国和这个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列宁主张和德国签署的布列斯特合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既可以看到它的共同点，也可以看到它的差异那就是在欧洲苏俄利用这种与德国的这个不平等条约，尽管损失了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损失了波兰、芬兰这些地区都已经纷纷独立出去了，但是它赢得了生存的这个时机特别是和德国修复了关系，避免了德军向苏俄的全面的进攻。而在远东地区他利用这个远东共和国搞了一个缓冲地带，避免了和日本的正面的相撞，而且把它作为了为苏俄来谋求生存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的平台那么在苏俄搞了这个远东共和国之后当时他一方面在和北洋政府在联络试图恢复要求这个北洋政府对苏维埃政府的这个正式的外交承认，但是在这个外交承认还不可能迅速的取得成果的情况之下莫斯科又派遣远东的幽灵代表团来华与中国进行相应的磋商那么要借着他的这个在远东地区的代理人来实现他的外交目标那么1920年的8月25号，幽灵代表团抵达了北京。这个代表团是以打着这个商务使团的这个名义来但是实际上他承担的是苏维埃俄国的外交使命。那么谈判的议题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要恢复这个中国与所谓的远东共和国的边境的贸易，第二个要商讨中东铁路的归属第三个也要谈一下苏俄代表驻华的这种合法性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当时北洋政府也是非常的这个清醒啊，一直是采取一种拖延的政策啊，呃，提出了很多的前置的条件包括要求远东共和国停止在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宣传，要求这个苏俄政府和远东共和国赔偿在这个一战期间中国在俄罗斯侨民所受到的这种损失保护在当地华工的这个权益制止边境的这个暴力当时大家也都知道，白军远东地区的白军和红军打得一塌糊涂而且对中国的这个边境安全构成了非常直接的这种威胁那么北洋政府的一个谈判策略就是什么？利用苏俄与远东共和国的所谓的表面的独立拖延谈判，以争取更加有利的这个谈判条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到了1920年9月份，当时苏俄在远东地区的这种安全环境已经有了适当的改善那么第二次的加拉罕宣言也就此提出那么第二次提出里边，尽管仍然重申要废除沙俄与中国签署的旧的条约放弃庚子赔款和这个租借特权，但是再也不提无偿归还中东铁路而是提出了一个这个中东铁路应该由中国、由苏埃俄国和远东共和国三方协议联合运营的这个方式那么等于说，在整个的谈判的过程当中，俄国人设置了2条路径，一个是他和北洋政府直接谈判，另外是利用这个远东共和国在和北洋政府谈判。与此同时呢，又设立了2个不同的谈判的版本，一个是口头上说要归还中东铁路，另外实际上是要实际控制中东铁路这就给北洋政府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困扰。从谈判主体上究竟与谁谈那么与此同时，在谈判过程当中，究竟是把俄国的哪一个的口径认为是他真实的口径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俄国人释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烟幕那么在远东共和国和北洋政府谈判过程当中刚开始这个远东共和国是坚决的要求中东铁路仍然应该是由远东共和国来控制的。但是随着谈判的这种变化，到了21年的5月份随着形势的变化，尤林又提出来要把中东铁路完全归还中国，或者说由远东共和国与中国联合经营的这种这种条件。说到底，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他真实的意图，他的这些与中国的虚与委蛇，只不过是要以中东铁路作为筹码要诱使北洋政府正式的接纳苏俄正式谈判代表为什么有这样一条？就是在当时非常恶劣的苏俄的国际环境面前那种形势之下，只要北洋政府正式的开启与苏俄的外交谈判，等于上就实际上承认了苏维埃俄国它的合法地位这是苏俄当时梦寐以求的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么在经历了与这个远东共和国的这些谈判之后随着形势的这个变化，到了1921年年底远东共和国的这个苏林代表团
可以说是极尽无所不用其极的能事啊，说服了北洋政府啊，默许苏俄代表团以平等谈判代表的地位进驻中国啊。那么这对于当时在整个的亚洲可以说是处于孤立无援的苏维埃俄国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啊。那么这也就等于实际上北洋政府对于苏维埃政权的事实上的外交承认啊。那么苏俄外交政府到中国啊，那么也为两国正式外交的谈判啊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啊。接下来当然就是后边这个加拉罕使团来华啊，我们等一会儿再讲，我们再讲一下苏俄在东方以及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这个能力啊。我们刚才已经非常细致的谈到了，在十月革命之后啊，俄国在整个世界上它的孤立无援的这种状况，以及在东方的这种外交孤立的情况。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俄国想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要在东方国家寻求它的能力啊，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拓宽它的外交的渠道，来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寻求更好的条件啊。其实对于中国的国内的这个变化，在沙俄的时候，当时的沙俄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孙中山的他的重要的影响啊。在辛亥革命之后，俄国政府曾经一度提出来要联越反清的这个设想啊，通过联合南方的孙中山来向刚刚组建的北洋政府施加压力，特别是在外蒙古问题上，来迫使北洋政府答应当时的沙俄政府的这个条件。那么到了苏维埃革命胜利以后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又很快把孙中山列为他们在中国要团结的首要的对象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到了1919年的3月份啊，也就是说第三国际啊刚刚成立的时候，苏俄已经把孙中山列为在华首要的结盟的人选，而且开始酝酿派人要来华与孙中山建立联系。那么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啊，孙中山本人的这个思想也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啊，也就是说，他从早期的威尔逊的民族主义转向了列宁式的民族主义啊。这些具体的内容啊，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去多讲。那么接下来的就是苏俄在中国要寻求盟友，要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啊，可以说已经确定啊。那么一方面，他派维金斯基来和李大钊来和陈独秀联系，而且很快的就在中国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另外就是岳飞也到了中国和孙中山进行联系。那么在1923年1月份孙文岳飞联合宣言发布那么在这个宣言里边，尽管孙中山坚持俄国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公开的同意苏联红军要留住外蒙古而且这个否认苏俄在于外蒙古的存在是帝国主义的行为那么本质上就是孙中山要以领土主权的让步换取苏俄对于他的这个军事和财政的这种联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孙中山无论是在这个外蒙古问题上还是在这个
中东铁路的问题上，都事实上向苏俄做出了这种重大的妥协重大的妥协。当然，俄国人也是投桃报李答应要给孙中山200万金卢布的贷款要向他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的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当然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楚那么俄国在南方派去了鲍罗廷，派去了大量的军事顾问，而且从海参崴大量的俄国的船只运去了武器弹药，帮助孙中山建立了黄埔军校那么整个的与国民党的这个合作也使中国后来的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进行了非常重大的重新的定义那么在这个国民党1大上三民主义新的三民主义，它的定义实际上是由鲍罗廷来实际操刀的那么在这里边有几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新增了反对资本主义的维度民族主义它的核心现在变成了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个里边，帝国主义国家可就没有苏俄，没有了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这个主要的成分，变成了英国、日本、美国等等民权主义从原来孙中山的效仿美国的民主制度，转向了服务于工人阶级利益与反帝斗争民生主义现在主要的是要呼应共产国际的主张，要对外国的企业、铁路等等在华的这种这个经济存在进行国有化。而国民党的外交的政策当中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说要呼吁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要给予废约国、最惠国待遇，重谈损害中国利益的条约等等等等但是所有的这些反帝的条款都不包括俄国在内所以说通过对于国民党的改组俄国摇身一变，从昔日对中国损害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变身成为了中国的最好的盟友变成了和中国一起联手抗衡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这种同盟者这对于未来中国的这个后来的这个无论是国内政治也好，还是对外关系也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谈一下外蒙古外蒙古在10月革命以后曾经一度成为了苏联红军和苏俄红军和白军争夺的非常重要的对象那么到了1920年这个白俄的军队恩勤入军率军入侵外蒙古而苏俄的红军打着消灭白卫军的借口出兵介入，那么在1921年的7月份攻占了库隆。那么在这个时候，由于他自身在远东地区的这个势力还没有那么强大，所以说苏俄口头上仍然宣称为支持中国对于外蒙古的主权，但是实际上在静悄悄地扶植外蒙古的亲苏政权为后续的实际控制埋下了非常重要的伏笔那么1921年这个时候苏俄在远东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好转。那么在21年的11月5日苏俄与外蒙古签署了条约苏蒙条约相互承认合法性蒙古给予苏俄领事特权、最惠国待遇等等的权益。那么1921年苏蒙条约的签署就意味着俄国
在实际上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完全的背弃了在这个2次加拉罕宣言里边所谓的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这个承诺。更为严重的是，借助苏蒙条约，俄军苏俄红军已经进驻外蒙古实际上把让外蒙古成为了苏俄的殖民地苏俄掌握着外蒙古的军事大权和所有的外交权这对于中国对于外蒙古的主权构成了实质性的损害，而且打破了此前中俄蒙三方所达成的这种妥协当时的这个西方观察家其实已经非常敏锐地指出外蒙古实际上已经逐步地沦为了俄国事实上的行省苏维埃俄国在外蒙古延续的依然是沙俄的帝国主义的政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苏俄还向华派出了一个派克斯的使团那么派克斯使团它的这个名义上是以来谈判中东铁路来这个赴华谈判，但是这个使团的核心的任务就是要争取中国对于外蒙古现状的事实上的默认那么派克斯到了中国之后刚开始是否认苏蒙条约的这个存在后边又是以他这个离开了莫斯科，不知道这个条约的签署为名试图继续的这个掩盖苏俄在外蒙古的这种扩张的这种行径那么与此同时，他又对加拉罕宣言进行了进一步的歪曲解读他这个对中国的谈判代表讲他说苏俄虽然宣称要废除沙俄与中国签署的所有的旧的条约，但是苏俄认为条约的核心基础条款依然有效那么这等于说口头上说是要放弃条约，实质上仍然坚持条约有效等于说完全的背弃了他所有的原来的这种所谓的宣誓和承诺依然要在事实上延续沙俄对于中国的这些所有的不平等的条约但是尽管当时这个北洋的政府的谈判代表对苏俄的这些意图非常的清楚但是由于自身的力量的虚弱由于没有办法对外蒙古实行实际上的这种控制和占领无法迫使这个苏俄做出让步那么等于说在交涉当中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这种地位那么加拉罕在1923年这个9月4号抵达北京那么开始正式的以苏俄谈判代表的身份来和北洋政府开启了中苏两国的这个谈判那么无论是在外蒙古问题上，在中东铁路问题上，都更加使出了他的这种非常高超的外交的手腕那么加拉罕刚刚抵达北京在这个欢迎宴会上又再次强调他之前所做出的2次对华宣言依然有效，而且是未来苏俄对华外交的重要的基础那么他的这种所谓的宣誓赢得了这个中国的知识界中国的民众的阵阵的掌声和欢迎一致认为苏俄确实是和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一样，确实是全新的这个民主的平等的对外政策
但是当时的北洋政府他的这个认知依然是非常清楚的啊，不管你怎么讲啊，当时中方提出了3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诉求啊，在外蒙古问题上，第一个就是要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署的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第二个坚持要求苏俄从外蒙古撤军第三个要求苏俄停止和这个蒙古签署的非法的苏蒙条约但是加拉罕提出来一个非常这个狡猾的一个条款，他说我们这些问题先不着急解决我们这些问题可以推迟到后来的后续的中苏会议上那么来加以探讨加以协商。那么在中俄的正式的谈判开启之后加拉罕又与当时的中方的谈判代表辩称说苏俄红军这个驻扎外蒙古仅仅是为了防范白俄军队卷土重来而已但是当王正廷质问加拉罕说现在已经没有组织的白俄军队你为什么苏俄红军还要驻军外蒙的时候，加拉罕说，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明确保证白俄势力不会卷土重来，那么外蒙古军队苏俄从外蒙古撤军也就不成问题。但是北洋政府怎么能够确保不再有这个白军再卷土重来呢？所以说，他把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方本来不应该承担的这个责任，推到了中方身上，作为苏俄红军继续驻军外蒙古的重要理由那么在和中方的正式代表谈判的同时这个加拉罕也大搞人民外交，利用中国的报刊媒体，利用在中国各地做演讲的机会，宣扬他所谓的这个对华友好、对华平等的这些理念，营造亲善形象。但是在任何的实质问题上，都坚守苏俄的这个利益的底线，坚决不向中国坚决不向中国加拉罕的这个人民外交确实也在中国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那么在中国的谈判代表和他紧锣密鼓的谈判的过程当中，遭受到了中国知识界、大学生以及中国社会各行各业对于政府的压力，都是要求政府加快与苏俄的谈判进程，加快的承认新生的苏维埃的政权那么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加拉罕已经非常巧妙的挑动了中国的民意，对政府的决策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民意的压力那么而且这种民意的压力确实也非常直接的影响到了双方的谈判进程确实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无论是谈判代表王正廷，还是外长顾维钧，以及更高层面的对于苏俄的谈判的立场那么1924年的3月份中俄的条约草案草拟确定那么在这个条约的草案里边，中方也严正的提出，明确要求苏俄放弃在华特权，从外蒙古撤军但是在这个条约的草案里边，与前一个派克斯使团此前一再试图续签1915年不平等条约的做法不同
加拉罕表面上强调俄罗斯愿意承认外蒙古为中国的领土并接受中国的管辖但是在涉及到具体的问题上，具体的苏军从外蒙古撤军的时间表的问题上他却提出来这个问题应该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由后边的中苏会议来加以解决。等于说口头上在做出一套这个非常高调的宣誓，但是实际撤军问题上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而且把它推到了后来，那后来的形势又在发生变化，等会儿我们会非常清楚的看到那么1924年的3月这个在中苏的条约草案签署的过程当中呃，双方还签署了一个秘密的议定书这个秘密议定书的核心的内容在于什么的方面？就是里边有一个非常细节的东西，可能这个不懂国际法的人会非常轻易的去忽略掉，但是这一个条款却对未来中苏关系的远化，对于苏联事实上延续了沙皇时期与中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那么这个秘密议定书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他说所有先前的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合同等，均将在即将召开的中苏会议上废止。也就是说，在中苏签署了正式的建交条约，双方正式建交的之后，我们再召开一个中苏会议，在那个时候，原来的所有的中俄之间的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才会废止，正式的废止同时，会上将缔结新的条约。那么，中俄之间的新的条约就是除了这个中苏解决悬案大纲之外的所有的细节的条约，才会在中苏会议上签署无论是在外蒙古问题上、中东铁路等等问题上但是他又补充了一点，他说，但补充规定，在新条约、协定等缔结生效前所有的旧的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合同等暂不生效。可能别的人会认为，既然这些东西不生效嘛，也就无所谓了，对不对？我们一旦中苏会议签署召开，我们中苏很快的就会签订一系列新的条约，这些旧的中俄之间的条约自然而然也就废除了。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伏笔，也等于说加拉罕为中方埋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陷阱，挖了一个非常大的坑也就是说，北京政府虽然与苏方达成了旧的条约与协定暂停效力的共识，但是由此承认了这些早期协定的合法性。尽管这些东西现在不作数，暂时不生效，但是你通过这个规定，你等于说是承认了原来你今天的北京政府承认清政府和沙俄政府签署的所有的不平等条约都是合法的。这为后来俄方利用这一条坚持他的原来的利益埋下了非常重要的伏笔那么就外蒙古问题上而言苏俄利用这个条约的真空期进一步的在事实上巩固了对于外蒙古的实际的控制，而中方
在这个时期却没有能力，其实也没有这个条约上的法理上的依据去对外蒙古的事务进行切实的有效的干预等于说是放纵了苏俄在事实上加强了对于外蒙古的控制，而事实也像我们所讲到的，尽管2024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式的签署5月21号正式的签署，而中苏也正式的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这时候苏俄已经获得了中方的正式的外交的承认，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什么？加拉罕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拖延本来应该在6月30日召开的中苏会议。一会儿是专家代表团还没有正式的抵达，一会儿是中东铁路联合的管理还没有启动等等等等，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推延中苏会议的召开，而中苏会议会议一天没有召开，也就意味着中苏之间的新的条约没有办法谈判，没有办法签署，而旧有的那些条约，它的合法性仍然是被你的北洋政府所承认的尽管顾维钧在这个问题上多次的抗议要求这个苏方尽快的派人来召开会议，但是由于中苏双方签署了秘密协定而秘密协定中方担心由于暴露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也会在其他的西方国家的面前，包括日本面前遭受巨大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北洋政府不愿意公开的示威本来签约之后1个月之内就应该召开的中苏会议拖延了1年零2个月才正式的召开，而那个时候苏俄的整个的国际环境已经大为的改善，英国、意大利等等西方国家已经和苏俄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后来已经苏联已经和这个德国签署了拉巴洛条约，在整个的西方阵营里边打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缺口苏俄已经没有意愿再和中国在这个中苏会议上就这些实质性的问题达成妥协那么而实际上是什么？实际在外蒙问题上，就是苏俄借机加强了对于外蒙古的全面的控制在外蒙古开始了政治肃清处决反对势力，而到了1924年的11月，所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的成立蒙古就此也纳入到了苏联的全面的体系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就是我们讲冷战两个阵营的这个对立全面对抗是在2战结束以后开始形成的，但是事实上从蒙古加入苏联的阵营那一天起苏联的这个阵营其实就已经开始形成可以说外蒙古成为了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个新增的成员从那一天开始，中国不仅失去了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的一个部分也成为了苏联的阵营当中的一个成员
可以说，苏联恰恰是利用这种秘密外交的这种手段啊，利用军事胁迫的手段，成功的把他的势力范围在俄罗斯帝国解体之后拓展到了沙俄传统边界之外啊，这也就让我们再次看到了苏俄外交的它的复杂性，宣传承诺啊，口头上说的天花乱坠，事实上的军事介入以及多种手段相混杂的混合战争、秘密外交。那么，外蒙古被苏联纳入到它的势力范围里边啊，可以说是俄国外交的再一次的重大胜利啊，为俄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的这种拓展啊，可以说打开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缺口啊。那么，在从国际整个的格局上来讲啊，外蒙古的被纳入苏联的阵营，也为后续的冷战的格局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啊。其实，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啊，大家今天我们回顾去想一想，俄国已经开始在希腊、在土耳其、在这个中国的新疆啊，在唐努乌梁海啊，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影响力的增强，甚至把相当多的领土纳入到了它的版图之内啊。可以说，外蒙古的这个事件啊，也打破了传统帝国主义的在华的秩序啊，展现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独特的扩张方式。当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谋求的还是更多的商业利益啊，而俄国已经让中国损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啊。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中东铁路啊，中东铁路我们刚才其实已经多多少少的涉及了很多啊，苏俄口头上承诺要无偿的归还中东铁路啊，但实际上他试图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延续他对中东铁路的这个控制啊，这个手段是非常多的。但是在1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在1918年的1月份啊，随着中国参与到了对同盟国的这个战争里边，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中国政府已经实际上接管了中东铁路的运营管理权啊。那么1920年的3月18号，北洋政府宣布对整个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啊负有管辖的责任啊。中东铁路事实上已经回到了北洋政府的管理之下啊。那么到了10月20号，到了10月2日，那北洋政府又迈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步伐，与中东铁路最大的股东之一俄亚银行啊，也就是华俄道盛银行，在10月革命之后的继承者啊，签署了补充协议啊。那么该协议赋予了中国对于中东铁路附属地及铁路运营的完全的控制权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只有所谓的远东共和国对中东铁路提出了全力主张啊。当时的苏俄政府啊已经宣布啊，口头宣布中东铁路也要无偿的归还，但是它实际上在利用远东共和国仍然在给你制造障碍，仍然提出了对于中东铁路的声索啊。那么后来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那么到了这个一次战结束之后，到了1921年、22年的时候啊，
呃，北洋政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担心，就是担心中东铁路问题啊被华盛顿会议所这个干涉啊，因为还有其他的这个股东啊，他们也都投资了中东铁路的这个建设啊。北洋政府是不希望这个中东铁路问题纳入到这个华盛顿会议的议程当中啊。那么在华盛顿会议上啊，对于中国的领土问题和其他的铁路问题和铁路问题也做出了相应的决议啊，也就是通过了九国公约，确立了门户开放政策承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啊。与此同时，华盛顿会议拒绝中国将中东铁路收归国有的诉求仅仅同意由北洋政府暂为托管，那么之后再由协商，再进行这个国际协商，决定它最终的这个所有权那么华盛顿会议还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终结了1902年的为了这个阻遏这个俄罗斯在整个远东扩张的英日同盟那么英日同盟的最终的解体，其实也为苏维埃俄国后续的在远东地区的进一步的扩张自己的势力开了大门可以说，尽管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在维护主权、领土完整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收益，但是在中东铁路的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预期的这个效果，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而到了加拉罕到北京参与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俄国在中东铁路的立场又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他刚刚抵达北京的时候宣称将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对华关系，但是却提交了一份新的对华宣言，就是第3份加拉罕对华宣言。在这个对华宣言里边，像第2次宣言一样，同样删除了无条件、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条款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条款。那么到了1924年苏俄政府在和北洋政府就最终的条约加紧谈判的时候加拉罕有松口提议由中苏联合管理铁路，承诺后续可由中国回购这等于说是发生了一个什么重大的事件，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时候北洋政府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中东铁路，而加拉罕却有要提出来要由中苏双方联合管理铁路那么苏方提出来共管铁路的这个条款有几项第一个，提议设立由中苏双方各5名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临时联合管理铁路那么在中苏条约签署后的1个月之内召开的中苏会议上，确定铁路的回购的价格与条款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苏维埃俄国又在试图要把已经被中国掌握的中东铁路重新的由他一份控制权部分夺回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那么在和北洋政府谈判的过程当中苏俄还在与当时的张作霖实际上控制东北的奉系军阀进行秘密的接触那么而且与这个奉系军阀签署了相应的这个奉俄协定那么在这个奉俄协定里边俄国人又做了很多很多的手脚一方面这个奉俄协定的秘密议定书它所谓的中国实际上是
指的是东三省的自治政府，等于说是从法理上否认了一个独立主权的统一的中国的存在啊。那么另外把这个铁路原来的租期从80年缩短到了60年，但是借助这个奉鄂协定苏联实际上又在很大程度上夺回了对于中东铁路的实际控制权那么双方协定跟铁路人员的聘用需要根据这个资历和经验因此呢，由于俄国长期运营这个铁路，那么苏方的这个人员就占据了多数的关键的岗位，而且在整个中东铁路公司的人数俄国的员工人数从10833人增加到了11251人中方的人员相应的减少在双方的管理委员会的组成当中，苏联的官员趁机掌握了26个管理委员会当中的24个，等于说借助这个奉鄂协定苏联再次把已经事实上交由中国人控制的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夺了回来这就是一个瞒天过海的一个手法。一方面在和北洋政府谈中东铁路的事宜口头上要归还，事实上又在要求多种多样的利益，与此同时又和实际上掌控中东铁路的这个张作霖私下这个相授夺回了中东铁路那么当然中东铁路后来由于整个东北形势的变化那么特别是日本人在这个东北的力量的不断的增强后来苏联又把他掌握的中东铁路廉价的卖给了日本人这当然这是后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事情非常值得大家的注意那就是在中国的反帝运动当中，苏联的这个策略那么大家都知道19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做出了很多的动作，引导中国民众把反帝的这种情绪指向了英国、日本以及美国，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最好的盟友，隐瞒了自身在华的租界和铁路特权，也掩盖了苏联在外蒙古事实上的占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五卅运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广州杀鸡惨案的里边事实上在当时英国的警察开枪镇压这个抗议的这个民众现在有很多的材料都在讲，真正打响第一枪的是俄国人俄国人首先打响了第一枪，引发了英国警察对于抗议民众的镇压，搞乱了整个的局势。而五卅运动的这个风起云涌可以说成为了整个中国现代史上反帝斗争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起点。而直到今天为止，一讲到反帝中国人的情绪就自然的非常非常的热血沸腾非常的亢奋。而另外一个对中国构成了实质性伤害的帝国主义国家却隐身不见
中国人的反帝矛头啊，在20世纪30、40年代主要的是针对的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当时是俄国在华的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而到了朝鲜战争之后，自然而然的反帝的目标就变成了美国啊。那么庚子赔款啊，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加紧。那么庚子赔款，那大家都知道，由于这个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由于这个辛丑条约的这个签署啊，中国需要支付4.5亿两的白银作为赔款啊，本息合计那么9.8亿两这个白银。但是在这个9.8亿两当中，俄国这个获得的数额是最多的，它获得了接近29%的份额啊，可以说是当时八国联军里面获益最多的国家啊。那么当然后来这个庚子赔款的这个问题，逐渐的获得了相应的解决，特别是在一战爆发之后，随着中国对德奥两国宣战啊，德奥两国合计接近21%的赔款份额啊，那么被彻底的取消啊，那么到了1908年啊，美国又提出来退还部分的赔款啊，这无论是清华大学也好，还是中国赴美留学生也好啊，都是由此而来，大家也都很清楚啊。那么俄国的这个庚子赔款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啊，那么到十月革命结束之后啊，我们刚才多次讲到的加拉罕宣言里边提到啊，就是要放弃俄国应得的庚子赔款的份额啊。那么俄国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点？当然，一方面是这个要争取中国的这个友好态度啊，要进行宣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庚子赔款实际拿到的仍然是这个沙俄的遗老遗少以及临时政府的这些官员啊，特别是这些白俄的这些官员和甚至是他们的军队获得了庚子赔款，这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来讲是极其不利的是极其不利的所以说他们提出来要我所有的庚子赔款都不要那么从北京政府的这个方面来讲其实他们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苏俄加拉罕宣言的这个外交价值，而且试图把加拉罕宣言作为向其他的列强施压的这个筹码那么到了1919年4月份北京政府发布公告暗示期待苏俄重建和平后能够满足中国的合理诉求，间接的推动列强的让步那么到了1919年到1920年间在英法日等国的压力之下北京政府又继续向俄国的临时政府的官员支付了2/3的俄国应得的庚子赔款的这个份额直到20年的9月份北京政府与临时政府正式的断绝了外交关系才暂停了支付俄国应得的这个庚子赔款那么俄国的这种友好的这种表示放弃所有的庚子赔款和列强依然要求中国支付的这种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刺激了很多的中国民众对于苏俄的这个好感也为后续的苏维埃俄国与北京政府的正式的外交谈判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外交的支持
啊。但是实际上啊，呃，后来俄国的态度又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啊。23年加拉罕复华之后，很快的就告知北京政府的官员，他说苏联希望保留对于这笔资金使用方式的控制权啊。那么尽管他私下里向这个北洋政府的官员表示啊，俄国应该得到的庚子赔款可以用来支持中国的这个教育啊，但是在3月14号中俄签署的条约草案里边规定这个俄国要成立一个中俄的教育基金会啊，到这个时候他又不是全盘的放弃赔款了，他是讲由这个基金会来决定庚子赔款俄国所得部分它的最终的用途最终的用途。呃，到了后来这个苏俄其实上还是沿用了辛丑条约的相关的规定恢复了这个俄国在中国的相当多的利益啊，一方面是这个庚子赔款并没有全部的交还给中国仍然沿用了相当的部分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俄国这个借用辛丑条约当时对于使馆区的特殊的规定收回了俄国领事馆它的建筑的控制权在这个过程当中加拉罕还使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招，大家都知道，到了北洋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其他的列强在中国派驻的都基本上还是公使，而加拉罕在中俄正式的签署了外交条约，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苏联在中国派驻的就是大使，而按照国际法的规定，这个外交使团的团长应该是由外交之衔最高的那个人所担任的。所以说，加拉罕刚刚到了北京，就成为了所有这个外国驻华使团的团长他借助这个团长的身份，在收回这个沙俄在华权益的这个问题上，包括使馆区包括教堂等等的这个问题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动作实际上是延续了沙俄在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权益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沙俄在华的租界地那么在华的租界地，按照传统的观点人们普遍的认为，苏联是放弃了俄国在中国的所有的租界地当时俄国的这个几次宣言的这个承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在实际上俄国是这个苏俄实际上利用中俄之间的这个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收回了沙俄在中国的租界无论是它的在上海，在这个天津以及在这个烟台租界地，包括俄国的很多很多的教堂，都已经转交给了苏俄政府苏俄政府等于说这个他在对华几次对华宣言当中所做出的承诺，完全的没有遵守大家可以看到，到了后来这个中苏正式建交以后
呃，苏联在华的租界地覆盖了东北、新疆、内蒙古啊，以及华北、华中、华南的主要的城市啊，规模之庞大，是任何一个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所难以比拟的。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苏俄借助着这个五卅运动掀起来的反帝主义的高潮，其实已经迫使英国啊归还了在武汉的这个租界地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纷纷的把在中国的租界地归还给中国，而实际上苏联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他们在中国的租界，甚至很多的这种啊。还有一点时间关系我们加快一点，就是治外法权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我们也都知道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中国主权的重大的这个伤害侵害。那么尽管在口头上苏俄一直强调要去除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领事裁判权，而实际上在十月革命以后，北京政府也正式的终止了对于沙俄临时政府沙俄以及这个2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的在华的治外法权但是在后来在中苏签订了解决悬案大纲之后那么俄国实际上保留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他当然做得非常的隐秘那么他利用把这种具体的问题推延到中苏会议上来加以解决的这种方式，表面上去除了领事裁判权，但实质上得以了真正的保留而到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北洋政府已经没有心力再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甚至更有甚者苏联不仅保持了沙俄时期在中国拥有的领事裁判权，甚至后来进一步扩大了它的治外法权。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途径就是苏联宣布，我所有的在华的这个商人都是苏联国有企业的代表苏联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这也就等于意味着苏联所有的这些在华的商人已经拥有了官方的身份那么利用这种方式可以说苏联把对于中国的这种治外法权一直延续到了苏联专家1960年全部从中国撤出之后，他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才真正结束我们已经讲了快2个半小时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总体上来讲，那今天的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20世纪、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的这个重大的历史节点之上，苏联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表面上把自己扮演成为了一个中国的最好的伙伴、最佳的盟友是帮助中国来清除帝国主义对华的伤害与威胁。但实际上，苏俄不仅让外蒙古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而在1945年之后，又迫使民国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的所谓的独立公投，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而且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重新夺回了对于中东铁路的实际控制与此同时，在中国延续了相当长时段的治外法权，重新拥有了沙俄时期在中国的
对于中国的租界地的管辖权啊，它的手段是非常非常的隐蔽，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收效颇丰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俄国人非常成功的利用了两个手段，一个就是中国人对于面子的这个重视啊，中国人喜欢面子，那么俄国人就给你所谓的面子，而他来获得这些实际的利益。你要面子，我要里子啊。另外就是扮演了打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就是中苏事实上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共同体啊，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体啊，共同抗日的战略盟友等等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啊，苏联人对华的外交是多线外交啊，从政府的层面上，他一方面在和当时的北洋政府在交涉，另外一个方面却在支持广州的政府啊，一方面在和南京政府在打交道，与此同时也和边区政府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啊。那么从政党的方面来讲啊，现代中国的两个政党啊，都是和苏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那么政党内部的不同的派别啊，俄国人也都有着不同的这种策略手法，经常是拉一派打一派，与中国不同的地方势力的关系，无论是张作霖、陈炯明、盛世才、冯玉祥啊，包括吴作孚、吴佩孚啊，俄国人都是或者是强力的打压啊，或者是积极的利用。另外，还有中国的边疆的分裂势力，无论是外蒙古的分裂势力也好，还是新疆的分裂势力，我们可以说，通过这种多线外交，俄国可以说是渗透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各个领域。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对俄外交基本上都是单线外交啊，北洋政府是这样，国民政府是这样，只是和他俄国的政府来打交道啊。那么在整个的这个重大历史节点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俄国对华外交有着非常众多的这个特色。第一点就是它极力的去解构国际秩序，把中国从既有的国际秩序当中拉出来，避免中国通过参与国际秩序，借助多边的国际体系来与俄国形成抗衡，避免中国借助国际规范的力量来阻止俄国对中国的方方面面的渗透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凡尔赛体系是这样，华盛顿体系是这样，包括后来的雅尔塔体系，其实很快苏联也把中国从既定的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的雅尔塔体系里面拉入到了苏联阵营里。那第二个特点就是俄国所有对华的这些举措啊，都是在乱中取胜啊，既定的规则是俄国人非常讨厌的东西，局势越乱，对俄国才越有好处啊。那么第三点就是锚定战略。尽管我们讲到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俄两国都面临着历史巨变的情况之下，俄国也是经历了帝国解体的情况之下，但是无论是沙俄政府还是后来的苏维埃俄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都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尽可能的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与此同时，让中国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分散的状态，避免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和强国啊。那么还有就是俄国人的混合战争啊，利用这种信息战、心理战、情报战、特种战的这种方式啊，利用反射控制，把他的叙事强加给中国人的这种方式，让中国人产生这种好感，而放松对俄国的警惕的这种方式啊，来达到他的外交外交目标啊。那么第四点就是阴奉阳违，明的是一套，暗的是一套啊，主动的来塑造叙事，但是与此同时，却在下面采取实际的维护和进一步抢夺俄国利益的这种实际的举措啊。还有就是多线并举啊。当然，在中国培养俄罗斯的这个支持者啊，利用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来达到俄罗斯的外交目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来总结俄国的这些对华的外交的特点，有一个基础，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俄国对于中国的研究，对于中国的了解啊，无论是体制的了解、文化的了解、心理的把握，甚至是具体的人物的这种接触，那都是非常非常周到的，非常周密的。而相比之下，我们来看一看，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民国政府啊，甚至满清政府啊，我们对俄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这个心理暗示，就是以夷制夷啊，要利用俄国来抗衡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最终的结果，我认为是我们没有利用了俄罗斯，反而是被俄罗斯人利用啊。无论是满清、北洋还是民国政府，都是这样。我们对于俄国刚才讲到的是单线的外交，只和俄国人的政府打交道，你并没有深入到俄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去。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人好面子的这个弱点被俄国人把握的、利用的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对于俄国的一厢情愿的这种期望，呃，这个信任啊，掏心掏肺啊，说什么是什么，而俄罗斯人对华却是阴奉阳违，说一套做一套。当然，所有的一切还是我们对俄国这个国家太不了解，我们对于这个国家没有深入的研究，包括这个顾维钧这样的人，包括蒋廷甫这样的，我们现在回头看来都是已经非常非常优秀的外交家，但是他们对于俄国基本上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更不用说研究。
所以说，所有的这些就导致了中俄在重大的历史节点上，中俄关系的这种巨大的落差啊。我们回顾可以看到，在历史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曾经3次直接出兵中国啊。1900年全面的占领中国东北，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布留赫尔元帅啊率兵进打击，从满洲里到绥芬河全线出击。还有1945年啊苏联红军的出兵啊，当然是打着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旗号，但是也曾经一度全面的占领了中国东北，重新的恢复了日俄战争当中从中国失去的所有的利益。而中国在20世纪以来所经历的4次重大的战争，无论是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啊、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背后都有着俄罗斯深厚的背影，而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4场战争的爆发，特别是后3次战争当中，俄国都是获得了巨大的胜利。那么另外就是俄罗斯的秘密战争啊和特种行动，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基本上是很少得到充分的研究的。无论是在外蒙古啊侵吞外蒙古汤努两海，无论是伊宁事变还是黄姑洞事件啊等等等等，俄国人的特种行动究竟是怎么样和他的公开的外交相互紧密的配合，而达到他的外交达到他的这个目的，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啊。那么在20世纪以来啊，中俄关系还经历了3次非常重要的断交，或者说是外交重大降级啊。所以说，整个的世纪之交的中国和俄国国内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是在外交方面，却是俄国获益无数，中国受损严重的啊。这不仅让我想起了民国著名报人《经济大公报》的重要的创始者胡正之的2段话啊。他提到啊，他说1919年和1920年苏联的2次加拉罕宣言啊，声明苏联政府愿意放弃沙俄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啊。他认为中俄国民感情之增善实基于此啊。然而事实上则外蒙赤化，苏联绝无放弃条约还我故土之表示啊。他认为中俄2国在1924年5月31日所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的协定，仅仅是骗得了以承认苏联之条件而已。也就是说，苏联利用这个协定获得了中国的正式的外交承认啊，在东方打开了一个外交封锁的缺口，极大的改善了他当时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但是与此同时，他所承诺的所有的条件都没有履行，无论是废除啊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也好，还是归还中东铁路也好，
取消中国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都没有履行啊。胡正之还有另外一个，我认为今天我们重温起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啊。他讲中日两个国家，这个日俄两个国家，对吧？对中国近现代以来都是造成巨大伤害的国家，但是中国人的态度是什么呢？对日则举国抗争，恶改至今尚在；对俄则舆论既然，不闻各方抨击，人心麻木，可悲痛惜。夫以国人之漠视俄国如此，俄人之经营中国如彼，前途危险，不堪设想。俄国驻华派来极有才干之加拉汉与鲍罗廷啊，加拉汉在北，鲍罗廷在南，足以引然操纵中国南北之政局，掌中国内啊。这是胡正之在1926年发表的文章里所说的话。99年过去啊，我认为仍然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好吧？已经2个小时快50分钟了啊，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我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因为内容比较多啊，也讲的线条不是非常的清晰，有些混乱的地方，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啊。那么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晚上的这个陪伴和关注，谢谢。思思，感谢冯老师，您的讲座每次都是细节满满，干货多多。对，我看您也引用到了就是胡正之的名言，就我想起了上世纪20到30年代，其实有一个非常震撼的关于苏联是友是敌的一个争论，但是这个争论维持的时间比较短。如果有机会的，希望冯老师能有空讲一讲这一场。这也很好，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对。那我就提一个问题吧，就是说马克思有一本书叫《18世纪的外交史内幕》，这本书呢，其实在俄罗斯是被禁止出版的一本书，所以你很难想象这本马克思写的书在马列主义政党的国家是被禁止的。就这本书写于100年前，但有哪些观点仍具有现实意义呢？确实，你讲到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不仅是马克思的18世纪外交史内幕啊，包括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啊，以及这个他们2个人写的有关第2次鸦片战争以及俄国与中国的贸易的文章，都是非常非常有启发的啊。那么核心的观点，我觉得有几点，第一个就是他们认为俄国是一个具有世界野心的持续侵略的国家，俄国是一个世界级的侵略体制啊。那么无论是从当时他们所讲的彼得遗嘱啊，到后来的我们所讲到的末代沙皇的尼古拉2世的黄俄罗斯计划，俄国对他周边国家的这种侵略扩张是有着长期的不变的地缘政治目标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第二点就是俄国人是非常善于借力打力落井下石借助别的国家之间的相互的争斗来获取他的地缘政治利益就像马克思在他的文章里边所写到的，就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里边所写到的，就是英法2国在远东的一场战争就是对于中国的第2次鸦片战争，实际上是让俄国最终获利英法只不过是让中国又增开了几个这个商业的口岸而已但是第2次鸦片战争却让俄国获得了像多瑙河一样长的一条河流，也就是黑龙江以及这个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讲到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他们也多次的讲到俄国的对外扩张，俄国的对外政策是非常善于打着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旗号的啊。当然，在他们那个年代，这种意识形态的旗号是俄国的这个弥赛亚思想，是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而事实上，泛斯拉夫主义也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的根源啊。那么当然，后来到了苏联时期，它的意识形态输出向全球的这个革命的输出也给全球带来了更多的这种这个革命也引发了全球的这种急剧的这种震荡而在这个之后是他的意识形态的非常重要的输出和他的这种宣传还有一点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特别的强调俄国人的这种各种外交手段的灵活的运用，综合性的运用无论是收买也好，还是讹诈也好，还是这种军事施压也好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所以说他们也在多次的强调这个俄国外交官在俄国领土潮水般向外扩张的过程当中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远的大于超过俄国的军队所以说我想我们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际问题，无论是法国问题、德国问题，包括俄国问题的经典的论述，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去重温。我相信，特别是对于理解俄国这个国家来讲重温马恩的经典的著作，对于理解今天的俄国，对于理解俄国的历史，包括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好吧，此次我就说这些。谢谢冯老师，我们要读真的马克思，不要读假的马克思，是吧？谢谢冯老师，然后期待您下次为我们讲一讲丑有赤白的那个大争论。好的，谢谢各位朋友，谢谢思思。好，下次再见。再见。好，再见。